这个四维空间为什么这个镜像空间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呢？我们假设中国传统的堪舆学不是一个完全骗人的学科，只不过现在呢市场上鱼龙混杂，有很多假的高人，然后他呢纯粹就是又骗钱又骗色的所以说把整个行业的名声给败坏了。那假设说我们沉着冷静的去实地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真正有一些人他是懂风水的，他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怪力乱神，那他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那我们就想哈，你比如说香港的风水大师最爱说的有一个很经典的风水案例，就是当时中银大厦修起来，他那个中银大厦不是有很多棱角嘛，然后呢那汇丰银行就害怕了，然后弄个大炮对着那个中银大厦，然后那个总督府，也就是现在的香港特首住的那个官邸也害怕了，说要弄个柳树去挡煞怎么样。然后李嘉诚又修他自己那个总部，又是请了专业的风水师傅怎么研究说我把这个房子要怎么调整一下才能挡住那个煞。我们先假设，就是我们先不在细节上追求吹毛求疵说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当年exactly是这样子发生的，我们就先说假设他们这样子做真有效果，那给我的启示是什么？就是说我从一个理论物理学的角度会怎么理解，在客观物质世界，在我们的四维空间里面，某些东西的结构它其实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这个四维空间。为什么呢？比如说你这儿摆盆花，就风水学上经常说的嘛，说你现在运势不好，对不对？你说我运势不好，相当于是四维空间里面最后一维那个时间维，我今天写的，你对我那个时间维做出一些判断，你说我接下来会怎么样，我那样怎么样，你相当于是对我的时间维 make a statement， 你对我这个时间维做出一些判断，这个判断可以是准确，可以是不准确，你相当于是对这个维度做一些 statement。但是同时呢，你是在三维世界里面做一些物理改造，比如说你让我把床的位置移一移或者这个楼该怎么修一修那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交互作用。为什么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你做一些改造，你做一些比如说把房子的结构设计，不管你是设计房子的结构你做改造也好，还是这儿你要加一门大炮，那儿你要种一棵树，或者说以前皇帝修皇陵，你一定说是要背山向水你这个山你还要找龙脉，说实话你都是在这个三维空间 XYZ 里面做一些调整，你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你在玩一些花活。那为什么你在这个里面玩花活对这个 T 对这个时间轴会有影响呢？那他们之间是 independent 的还是 dependent 呢？如果是 dependent 的话，数学上有个矛盾，就是说你这四个维度的 basis 根本就不太存在了，就是 independent。因为用线性代数的角度说，你要有四个维度能写出来，那你至少要给我四个 basis element basis vector。而 by definition basis vector 的第一个要件就是它得是 independent。你不能说你的 basis 全部互相之间是 dependent 的，互相是依靠在一起的，是不行的。所以说我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说你在这前三维搞个什么事情，为什么对第四维会有影响？唯一有可能从数学上 bypass 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是在一个更广的空间里面在做事情，然后我有一个方程，它大概可以影响到这个 T。也就是说你真实的空间是比这个四维更复杂一点的，然后它可能有个镜像空间，比如说这个 XYZ 你这边对应的镜像空间，你可能有个阿尔法伽马贝塔。也就是说有功能人士，比如说开天眼的人，或者是 analytic 的人，就是算命特别厉害但他没有特异功能的人。我先讲开天眼那种说法吧，就是假如说他能够观察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他出体了，他怎么样了，他能看到我们不一样的东西，那他能把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XYZ 的信息补足，他能把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三个东西抓出来，那他看的东西就比我们更广。他看的东西比我们更广了之后，他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物二象性。什么叫一物二象性？比如说在现实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可能它就只是一个花瓶，但其实他们在风水我不要用花瓶做例子，花瓶做例子可能会遇到人抬杠，我就说是一个大的石头吧，一个靠山石，比如一样这样的石头，
那在我们这个 XYZ， 假设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只看到 XYZ 一个实数空间里面的一个三维的东西，那我就告诉你，这个石头除了一个摆在那儿好看，甚至可能你还觉得它不好看，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作用。如果你要说这个石头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你子孙后代的命运，那我就说，那你就是痴人说梦话，你又疯了，你狂了，你绝对是有毛病，你又是想骗钱了，你是不是想卖这个石头给我？那我肯定会这样说。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这个石头其实它在 XYZ 里面有一个表达，但是如果你升维之后，你把阿尔法、贝塔加上来 ，I 贝塔 Z 加上 I 伽马，如果它还有一个另外的镜像是以加上了 imaginary units 之后，它会有一个更复杂的存在的话，那它有没有额外的功效？那我就要在意了，那我就不会那么简单的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石头，它摆在那儿 so what， 它摆在那儿能怎么样？你跟我说它摆在那儿能影响命运，那我觉得你在搞笑，对吧？所以说如果它不是搞笑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更伟大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必须在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面有一个镜像的存在，甚至那个存在更加的伟大，而那个世界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是能造成客观影响的。这个就是风水学上如果要成立的话，这个理论他们必须得认。包括我们再说一个现在可能在华人圈里面比较悬的一个事情，就是泰国的佛牌啊，包括有些人他不太愿意走正路，他要去搞养小鬼啊，台湾很多人就喜欢搞养小鬼啊，港台很多明星他也喜欢搞这种事情。那我们又让我先做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假设那个养小鬼什么请佛牌，如果你找到了真正的大师，不是假的，我知道佛牌这个行业有很多假的，专骗中国人，在那个网上那个鱼龙混杂的不得了。所以说呢，我们先不去争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就先说，假设说有少部分泰国高僧制作的佛牌也好，小鬼也好是真实的话，那我告诉你又是一个鲜明的证据。如果我们做了这个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它真是有些存在，比如说有些人养小鬼，它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现象这个现象不是纯粹的心理作用不是纯粹的他自我幻想或者他编出来的。假设说不是乱编的，也不是自我麻醉心理幻觉，假设真有的话，那又证明了一个物我二相。一物二相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现在的 XYZ， 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它无非就是一个标本，对吧？它其实不应该有任何 additional 的时空结构、时空 structure， 而且它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方程类的效果能作用到我们这个世界，因为它充其量不就是一个标本吗？对吧？虽然听起来挺血呼啷当的，说是什么婴儿的尸体流产的怎么样，然后上面可能写上经文，但是本质上，如果我们从纯唯物的角度，或者说我们把视角局限在 XYZ 的这个空间里，那它无非它不就是一个干尸吗？它就是一个标本吗？可能制作的在专业制作标本的人看来，你这个制作还非常粗糙，就是你这个就是一个门外汉，一个非常普通的制作标本的人制作出来的一个干尸，仅此而已。它对于那个时空关系没有任何作用，它对于那个 T 没有任何影响。然后它也不存在什么其他的功效，什么都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干尸。那佛牌更简单，就是你自己做的一个装饰品而已可能看着里面有一些生物原料吧，比如说你放点什么尸油或者你放点什么毛发呀什么，本质上在生物学的人看来，你不也是在做标本吗？而且这个标本做的他们看来还不专业。但是一旦它哪一天被证实了有作用，那从物理上的话，我就会说，除了它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三维形态之外，它还有个别的存在，它的存在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的，而它的存在还跟我们不是完全的不相干 independent， 不是完全的独立，它能跟我们产生一定的交互作用，这个交互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人更多的就是在利用这种交互作用来希望它帮你办到一些事情。虽然我们不太了解它的原理，但是你已经发现它好像可以用，但是至于原理怎么样呢？先不管，反正先用了再说这个非常适合人类的拿来主义，就是说在一个东西我不是完全了解情况下，我做一些黑盒的试验，我发现好像可以用那你先用了再说。
一直跟坑说，我说我不想把这个东西变成聊斋，给你感觉我们的天天的故事会给你讲的什么怪力乱神的事情。我们是要通过一些现象看到本质，然后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结构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再把这个结构推到其他更广泛的案例当中，看看我们这个东西需不需要修正，需不需要升级。那好，回来讲一物二相。那在我的个人的私下的研究当中，我发现很多东西都存在一物二相，算命就存在一物二相。比如说在我们这世界，你看到的是八卦，你看到的是阴爻阳爻，但是在有些有功能的人士当中，他看见那些东西是动起来的，它是以圈的形状在转。那风水更是了，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认为就是普普通通一些物理结构，但在他们看来那个是一个更复杂的东西。那包括一些养小鬼那些东西，其实他们都在玩这些小技巧。那好，那我把这个事情再稍稍往另外一个方向延展一下，我再把那个图重新拿回来。好，假设说这个是四维，我假设把这个事情 oversimplify， 这个图我告诉你，如果讲到后面我会把它完全变得不成样子了。但现在我们讲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它就是2个 R4， 大概等于一个 C4，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空间。这个空间其实有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是在我在科研当中经常遇到的，但是纯数学的哈，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 flow， 我看起来是看不清楚的，我可以把它 lift 到上面更大的这个空间，我把它 lift 到这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这个 flow 我就看得清清楚楚了。然后我再把这个上面这个空间的结论把它 project 下来 ，projection 下来，用这个 projection map 把它 project 下来，那我就能对这个里面的 flow 做出一个判定，就对这个现实空间里面的 flow 做一个判定。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算命的话，就非常像有一种就是通灵的人的感觉，就是说他怎么给你算命呢？其实他也不是硬计算，他通到一个在更高维度的灵体，就像那个灵体它是没有物质身体的，那可能某种状态上跟你们出体是一样的，甚至比你们出体要更活跃一点。那他在一个更广的维度里面关照这个世界，他看到了一些部分的真相，可能他也没有完全的权限。这一点我要说，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靠这个通灵算命的人，他也是良莠不齐。他有些东西能说的特别具体，他有些东西呢又跟你说的模模糊糊的，有些东西呢他跟你说的很准，但有些东西呢他又似是而非的。他完全取决于后面的那个他能通到的那个灵到底有多厉害。那个灵他在这个我画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这个8维的这个东西里面，他的 access， 他能够接受到信息的权限也是因人而异的，有可能多有可能少，但是他肯定看到的维度比我们多，他看到的维度比我们多，他呢就可能把这个 flow 看得比较明显。当然现在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你是没有切身体会的，因为这个 lifting 的过程哈是一个高度数学化的过程，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很多不太懂数学的人可能呢他不能体会到，所以我现在呢用一个大家都理解的方式来阐述一个观点，就是说当维度提高的时候，很多事情你看起来会非常的明白，而且非常的高效。那我们就用一个2维和3维的例子，2维和3维的例子。假设为什么我用2维和3维呢？因为3维是我们人类能看清楚的，对吧？假设我们有一个 ice cream， 我们有一个冰糕，就上面一个半圆，下面一个圆锥。假设一个冰糕，我拿一个冰糕在你面前给你展示，你一瞬间第1秒钟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冰糕，它的几何形状就是上面一个半圆，下面套个圆锥。 That's it， 你不需要给任何人解释任何，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场的4个人，我们用肉眼看到这个冰糕之后，然后我现在 make 一个 statement， 我说这个冰糕就是一个半圆的球体，然后再加上一个圆锥，你们没有任何人会质疑我，有没有人会说你有没有什么证明啊？你的推理过程是什么呀？你要不要分析一下啊？你不会跟我争论的，你会说它就是个冰糕，然后我们大家相视一笑，彼此都懂就是个冰糕。我们可以把3维的东西看得很准确，至少相对准确吧。当然我在聊现在这个例子的时候是你要
forget about 我的那个高维理论，就是说一物二象就是我们先用这个最基础的例子来讲，就假设说就在这个现实的 XYZ 的空间里面，这个实数空间，然后我们连时间都不考虑，就是个冰糕这个是没有争论的。那你就假设说有一个比我们更低维度的存在，它只能看二维，那你就要理解成这个冰糕开始出现某种 projection， 就是你假设这有个光，你把它这个冰糕投影下来，投影就是我说的 projection， 就是数学上的一种降维。那好，你如果从这个方向打光，它就是一个圆圈，它 project 到一个平面上，比如说 XY plane。Z plan 就结束了，在我 projection 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当于就把 Z 轴消灭了如果你看过那个三体的话，你就可以想象我现在在弄个二向箔，我把它整个 Z 轴全部给你拿掉了。那它这个冰糕现在 projection 就是一个圆。那好，在这个二维平面存在的智慧生物吧，假如说它只能看到二维，它会告诉我说这个物体是一个圆盘，因为它接受的信息有限。但是如果我把这个 projection 稍稍变一变，比如说我把这个冰糕放的躺平，可能他们就会 confuse， 他们说怎么又变成这样子了呢？你会发现我每把它转一个方向你可能它的影子就不一样了，接下来就会造成争论，就说我不同意你刚才说它是一个圆盘的结构，它可能不是圆盘，它可能是一个圆锥加上一个球。但是我就算写成这样子，下面2D 的人，就是只能看到二维人，还会有争论说，那万一我再转个别的方向，那有没有可能他又会给我另外一个影子呢？我把它标个记比如说看见2号图的人，2号图看见1号图的人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圆，他告诉我这是个圆。现在呢，有人通过特殊的方式，比如把这个东西冰糕转了一下，斜着投影，然后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他们会说你那个 disk 是错的，我们这个才是对的，他们就会产生争论。你发现这个争论是怎么体现了？每个人都只有片面的事实。那如果我们要有全面的事实怎么办？那你就要有个能力，把这个冰糕一直不停的转，你一直在观察那个投影的 pattern， 然后你大概可以推出来说，那根据我一直不停的转它，我看它这个投影的不停的变化，甚至我还可以侧面的转。你会发现我的工作量非常的大，我必须要把各种方向转的影子全部收集了，然后最后我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逆向工程，我才能拿出一个100%能说服二维空间的人的一个理论，说我告诉你，你上面那个物体的真实形象，它是一个冰糕，它就是一个球套一个圆锥，一个半球套一个圆锥。你想我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我得把这个东西全部弄一遍。这个就恰恰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维度其实不够高，很多人从不同的侧面他发现了一些片面的事实，然后呢又缺乏有人把这所有的事实收集在一起，然后就对那个物体进行一个关照，然后来总结说那个物体大概应该是那样。很少有人能做，我在尝试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也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 说这个上面这个物体具体是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过程就很麻烦。但是如果升维呢，假设说我不是一个只能看见2维的智慧体了，我变成3维了，那就是最刚开始我说那个样子，你看一眼你就知道那就是个冰糕桶那不就是个冰糕吗？所以你这就发现，我通过这个简单例子就会告诉你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讨论仅仅局限在2维，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3维物体可以引起非常多的争论，因为你受到的信息是盖牌的。比如说我在跟你讨论阴影的时候，有 Z 轴的信息我给你盖牌了，我不给你看了，我盖牌了，我只给你看 XY 轴的东西，也就是我的投影，你只能遍地去收集这些投影，然后呢总结出一个规律，然后告诉我说这个物体的本质可能是个什么什么，而且还有可能引起争论。有些人说万一他这样转呢，万一他那样转呢，万一他这个影子变那样呢，所以这个过程就相当麻烦。所以我要给你一个100%的你在数学上在逻辑上无法挑战我的结论的话，我需要收集很多影子，我要把它各个方向的转，
当然简单的就三视图，最少的就是三视图啊。这个在工程制图里面就是说，你给我正面、俯视啊和一个侧面，我大概可以猜出来。但是如果你要是走到数学那种极端的严谨，或者说那万一这个地方又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哎，万一那个地方又出现个什么情况？万一它不对称呢？那万一它中间又发生什么情况呢？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情况搞得巨复杂，你需要收集的投影数量就远远超过3个，你需要更多。所以这就是说，你看啊，因为我们维度低，万法迷，就是有各种法门都出来了。但是如果你维度上去了，就一眼就看明白，那就是个这个东西。这就是我想表达的。那我们其实无非研究玄学就2个大的路线，一种就是你要把自己提高，你过去看一眼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了，就是你也不需要这么多理论的东西，你看见了就是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为了说服给不能够升维的人，那你就得把这些下面这些影子啊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给人家讲事实摆道理，然后就一点点推，然后还弄个巨复杂的模型出来，说哎呀你看啊，你看这个影子是这样子变化的，这样变化的影子呢就说明它有一个对称的结构啊，因为我们能证明它是个对称的结构，所以说呢因为这个面我看的是这样子，那个面也应该是那个样子，所以说综合通盘考虑，它最后就应该是一个形状，上面是个，这个就是低维度和高维度在认知上的鸿沟。然后我现在对科学界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但我这就是暴论了哈，有可能会招人骂的，说你又敢说这种话了。但我现在我觉得很大胆，我现在说一句暴论，我觉得我们现在科学就是在低维度搞这个玩泥巴的事情，因为我们看的东西它不全面，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通过完善一些非常消耗脑力的烧脑的东西，尝试 recover 这些东西，尝试把这东西复现出来，复现高维度的存在，一个更复杂的存在。但是真正有功能的人，他直接提升了，他看一眼就知道。比如说我就最爱给一些人，我之前给我身边的人讲到这些理论的时候，我就最爱援引的一句话，我说啊，不管你信东西方宗教啊，假如说你信东方宗教，那我就先讲那个心经，很多人都知道心经。那心经一开头就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我说五蕴皆空是一种佛法宝藏，是一个非常高的知识啊，意识到了物质的空性，那意识到了情感物质的空性。那他照见，我说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非常妙。什么叫照见？是说观自在菩萨是怎么就理解到了这种甚深的佛法宝藏呢？是因为他读书读得多吗？是因为他做了很深的 research 啊，他把这个也研究了，把那个也研究了，哎呀，天天在研究这种低维度的东西，他全部通盘研究完了，最后他倒过来跟你说一句，经过我严谨的研究，我给你推导出来了，我告诉你五蕴皆空。他不是这个过程，他是照见。照见是什么概念啊？我之前跟一个人交流，我就说照见是什么？它就像那个太阳从地平面升起来，然后这个光线普照大地，一瞬间这个世界就都明亮了，所有的真相就呈现在你面前。它不是一个推理的过程，它就呈现在你面前了。啊，这是森林，这是湖泊，这是山，这里有一朵云啊，这里有块石头，这里有个小房子，你一瞬间就看见了所有的真相，然后你就具足了。在宗教里面很多顿悟，它其实就是它是一瞬间的事情，它不是搞这种盲人摸象，今天研究个这个，明天研究个那个，然后一点往后推。其实这个推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效率是非常的低。但是你用它来说服普通人呢，也是相对最有效的。因为你要讲升维的话，人家就觉得你这人真是有毛病，人家也会说你这天天就是讲怪力乱神，你这讲些有的没有的。所以说宗教里面照见皆空，这个照见我觉得就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描述。他理解这些非常深刻的佛法宝藏不是通过读书读来的啊。那如果我们要说西方宗教的话上帝的知识是看书看来的吗？或者是耶稣的知识是看书看来的吗？是说他上了个大学，哎呦，他把所有的前面先知里面讲过的话，他全部学习了一遍，然后把包括这些话的引申含义论文他自己有写研究，天天就在那搞这种事情，到最后他说我终于懂了，神爱世人。他不是他懂了，他就直接懂了，他不需要这种非常低效的，但是人类看起来很严谨的过程，他不需要这种过程，他知道了就是他知道了。我发现很多宗教中都也是，包括旧约里面，如果你要相信创世纪的话，你看它一共有2棵树吧，一个是智慧之树，
一个是生命之树，那2个果实啊，一个是吃了之后你有智慧，一个是你吃了之后你有无尽的寿命。按照旧约圣经现在的版本，那个 Saint James 的那个版本，是受恶魔的诱惑。但我如果说错的话，你们可以纠正我哈。先引诱夏娃，让夏娃去引诱亚当，然后把那个苹果吃了，他瞬间就有智慧了。你看他那个智慧是瞬间来的，他升维了。然后那个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说还好你只吃了1颗哈，你要2颗吃了你就跟我们一样了。所以说那上帝觉得不行了，我得把你从伊甸园给你驱逐出去。你现在已经有了智慧了，你不能再把那个生命之树上面的果实吃了要出大问题。所以说在很多宗教的一些文献里面，你看哈，很多圣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靠我们现在什么一点点的一本本书啃出来的，他很多东西感觉是瞬时的，或者以一种极其高效的方法得到的。那我认为这高效方法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在升维，他是在一个更高维度上他在关照这件事情，所以他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事情看明白了，然后他再回到这个低维度的情况，在2D 的时间再给你讲，对吧？这个 ice cream 的例子很能把这个事情大概说清楚，就是说你如果在高维看清楚，这个就是一个半圆，再套上一个尖尖筒再套上一个圆锥，你看清楚，你就可以给下面2D 的人说你看到什么景象取决于他以什么方向来给你投射，再给你做 projection， 他旋转到什么样子，它照出来的阴影就会不一样，而且它的变化趋势什么样你都能讲出来。这个时候2D 的人会觉得你好有知识啊，你怎么这么细节的东西都知道，你怎么都知道它这个影子会这样变化，那感觉你都可以预知未来了，说你都可以说如果这个东西这样变它这个影子就会逐渐的由圆变成了一个有尖尖出现，然后这尖尖会越来越大，如果它是这样旋转的话，下面的人就会觉得你特别有知识这个我觉得很多圣贤可能他们在之前特别的 knowledgeable， 特别的有智慧，是因为他们在更高的维度看到了很多东西，而不是说他们自己读了很多别人的书，他们其实也没别人的书读了。你看在以前圣贤时代大概就是佛陀、耶稣还有春秋战国那些思想家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没多少书读的，什么老子孔子他们也没多少书读的，所以但是他们有些时候能讲出很多东西来尤其是老子，还有那个叫谁庄子墨子，什么苏格拉底他们其实没多少书可以读的。好，我这扯远了，我再 call back 一个概念你看我们这讲了一个 projection 这个 projection 仅仅是一个 3D 的空间 project 到 2D， 对吧？一个 ice cream project 到一个 2D。 那我们仔细再 go back to 我的这个空间理论，我们的4维时空世界里面 x y z t， 在我的 conjecture 里面，每一维我都要加上一个阿尔法、贝塔和伽马，然后在时间维还加上个 epsilon。那在我们人类没有出体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肉体对你进行限制死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就相当于是只有 x y z 的还 x y z t 的还存疑，因为你可能看不到未来，而且过去如果我不告诉你过去的话，你可能也看不到过去，所以这个 t 我还要放一个 question mark here， 这个东西还是一定程度上存疑的。所以你真正能够你自己通过你这个肉体能够有把握 fully control 的，你能看得很清楚的很着实的，就只有 x y z t 存疑，就是说你可能知道一小部分，但你绝对不知道很多部分。那你想我给你盖拍了多少信息，我刚才只是把一个 z 轴给你 kill 掉了，我只是把 z 轴给你 remove 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冰淇淋就可以有很多争论了，因为它投影下去就会有很多千变万化的情况，对吧？然后每一种情况大家都可以争论我可以不同意你，你可以不同意我，但是如果我要把你们统一起来，我必须要建立起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推论过程，告诉你这些影子可能都是同一个物体演变出来的，而且我的推论不可能存在别的情况，所以我还要证明一个完整性，所以我不仅要证明一个 existence， 我还得要证明一个 completeness， 就是你找不出别的形状还能够给出同样的意义，就是说你这个相当于是证明唯一性，就是说我的这个推导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唯一的，你不可能明天再找个别的3D 的东西说同样可以有
这样的阴影，你找不出来。而且如果我追求严谨的话，我会消耗大量的心力，我需要收集大量的证据，然后做一些非常严谨的推导，我才能把我这个结论做到无懈可击。好，那现在 back to 我这个四维空间理论啊，4维和8维，我把这么多牌都给盖了，你想想有多少信息被我们盖牌了？阿尔法给你盖牌了，贝塔给你盖牌了，伽马也给你盖牌了， epsilon 更给你盖牌了，然后你自己只知道3维，其他东西你都不知道，那就会出现个什么情况？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比阴影还要再简化的一个东西，比阴影还要再简化。那再简化是什么情况？我继续这个例子，假如说2维你都不饶了它，你还要进一步的做 projection， 你还要进一步。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